少得了我呢？南姐姐，南妹妹，我与你同去，我来保护你好不好？不用了。等遇见獠牙怪，你们俩还不一定谁保护谁呢。啊，你们要去辽鬼窝呀？对付危险这种粗活，怎么能让包公子这样斯文儒雅的人去做呢？你这么好看，可不能伤成第二个江玉湖。南姑娘言重了。哎，言重义重，不如公子人重，你就答应我嘛，阿整，阿整哥哥。好。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！这个女人不会被妖怪附身了吧？看她像是要吃包大哥的女妖精。走。这溜小路临近眼空，无半点鬼僻之象，比喝入心汤还让人安心。咱们早该这么走了。小呆瓜真有出息，为了不和獠牙怪一般见识，就算胡扯也在所不惜。江玉湖遇险，真假难辨，寻不见獠牙怪总不能赖我吧？唉，咱来都来了，是要防獠物呢，还是陷阱呢？前路渐行渐陡，江玉湖若在此暗夜失足，倒也入里窃情。你们看，那片草叶像是嵌着血迹。3日前血狐林刚下过一场雨，现在这几处血迹不仅清晰可见，且自上而下，呈扫刮之状，许是江玉湖跌落擦伤所致。这么说，獠牙怪索命也不虚了。现下无风，属何异动？既然林中无风，必树间有物。小心！獠牙怪，别怕，是蝙蝠而已。观其癫狂之状，极像是中了风魂白骨杀的蝙蝠，因而更凶猛暴力，世人如饿虎扑食。由此推想，江玉湖要么是失毒者，要么真是虎口脱险。倘若他能捡回一命，那不幸中的万幸是假，以武力取胜才是真。细想想，昨晚从咱们房中逃出的飞物就是他。蝙蝠一向潜藏于林中，该不会是江玉湖把他带回客栈的吧？獠牙怪昨晚闯你房间了，所幸有惊无恐，不必放在心上。幸好有小青瓜相护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那是必须的。行了，我们还是赶快回到客栈吧。眼下迷离香说来就来，人命危险，走吧。好。走。娘，哎呀，你跑哪儿去了才回来啊？真是姑娘大了不中用。哎呀，您就甭损我了，走，回房跟您细说。哎，走了，走。诸位回来了。这花瓶真好看。公孙公子，这是我刚才清理仓库时找到的，水夫人也是一眼就看上了呢，捧在手里把玩了半天，最后她满心欢喜地买了下来，我这就给她送过去。等等，公孙公子有什么事儿吗？青莲姑娘，可否将花瓶借我一观？自然。怎么会有一只笛子啊？这只玉笛看着却有几分眼熟，又是突如其来的似曾相识之感，会不会和媚丹峰有什么关系？
还真是。你装作不知道，照常把瓶子送过去。哦，啊，对了，这件事先不要告诉旁人哦。嗯。你办道接走赃物，小心水意，找你算账。我就怕他不敢来。包大哥，这玉笛和媚丹峰有什么关系？你们看，先前我只留意了媚丹峰腕上的玉镯，现在细看，这只笛子也正在这幅画像中。别说玉笛，画上人跟竹棍都没有。哼。玉指环。玉指环？什么指环？准确的来说，应该是白骨指环。这幅画像中嵌在媚丹峰发髻间的簪头，正是这枚指环，上面都镶有同一片枫叶。如果指环是媚丹峰之物，它为何会窜到江玉湖的笛子上呢？拈指环相思，见环重相忆。愿君永持晚，循环无终极。指环因为有同心之约与循环之意，常作为男女间的信物。但细究这枚指环的用法，应亦不在此啊。我不知道你们山下人的套路，但在江湖上，指环可作为权力的象征，即是各派掌门或武林盟主的交接之物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我猜于暗杀组织而言，亦复如是。你是说，媚丹峰就是暗杀组织的头目？魑魅未解丹峰意，魂归白鹿无终极。这两句诗，不仅影射了血魂林、媚丹峰和无极客栈，同时还揭露了媚丹峰被杀害的真相。什么真相？20年前，丹峰杀人案曾闹得人心惶惶，此非一人之力所能及，但多人之力便有余。而媚丹峰正是其幕后中主，直至他在血魂林里为失中白鹿反杀，分魂白骨沙从此化为泡影，而那枚指环却落入了新晋主脑手中。此人不可能是江玉湖吧？20年前他还不及我一半大呢。当然不是，新晋头目实为杜贤。江玉湖从杜大人的寒匣中窃取这枚指环后，便将它藏在玉笛上掩人耳目。那匣中的另一物，就是巴东真香茗。这么说，20年前的白鹿就是杜贤了？白鹿不是一个人，除杜贤之外，胡掌柜和孟达亨也都位列其中。而凶手下一个谋杀目标，也极可能是成员之一。毒手尊前，一报还一报，谁都不会少。我们立刻兵分两路，阿策，你不妨借这支玉笛去探探江玉湖。那你这路兵呢？哼，既然凶手有意探完借客，那我便来他个借完探客。我那玉笛材质尚好，虽然音色欠佳，但是找个会整乐器的师傅一修，价值能翻好几倍。切，也不知被谁拿了去。若是被我知道了，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那是江公子的玉笛，到了我手里，那就是我的。想让我再吐出去，那就好比要了我的命。
成是公孙策搞的鬼。哼，这就找他去。不许去！八字还没一撇呢，胳膊肘就往外拐了。哎呀，你说你摆不平包拯倒也罢了，反倒平白又惹出这么一块绊脚石了。娘，包拯是君子，出身清白，身上还有功名，将来是要做官的。人家怎么会看上我这种人？你怎么了？老娘当年那也是名扬天下的美人儿，江湖上多少人抢着娶。哎，你模样随我，大小呢是个美人儿，哪里也配不上她。娘，我不想再做贼了。你真觉得这样的日子好吗？纵使有金银成山，又能怎么样？他走的是阳关道，而我呢，终究是见不得光。你以为你和他在一起就好了？这男人呐，说白了，他真不如手里的金银实在。做贼多有前途啊！天下没有不能去的地方，所去之处，钱财随心取用，多好。是吗？是啊。可你看看我，大好的年华，又真心喜欢上一个人，却生怕配不上他，还总得担心被官府抓到。我何曾有一天真正自在过？我这也是为你好，好或者是不好，你让我亲自去走一走。有的人一旦错过，就再也遇不到了。反正我是已经下定决心要金盆洗手了，您就成全我吧。娘，您答应我吧。娘，您就答应我吧。娘，罢了，我答应你。等再捞一笔大的，我就金盆洗手，退出江湖，再也不沾这些事儿啊！公子这是何意啊？无风一时飘香处，花开花谢并蒂莲。夫人既是媚丹峰的妹妹，就不想知道这粒香丸来自何处吗？你干脆指认我就是媚丹峰得了，亏你才被那个假包拯坑过，竟也会看脸使绊子。你失足未成千古恨，便想坑我做替身，说穿了，不就是欺负我是个寡妇吗？我娘寡居多年，我平生最怕的就是她了。现在我见您，比见她还怂呢。十全大补汤来啦！这可比南姑娘的猪心汤更胜10筹呢。包公子，二位热了便是，莫让在下搅了这碗患难见真情。夫人慢用。哎，清明姑娘，你手上的镯子，可否借我看看？这女儿家的私物，不太方便吧？作为私物，你自有不便之理；但作为信物，姑娘与人方便，也是与己方便。你是媚丹峰的女儿，她死得不明不白，你就不想知道真相吗？方才我不过是调侃了一句南姑娘的猪心汤，公子也不至于这般造谣于我吧？一会儿说我是媚丹峰的妹妹，一会儿又说她是媚丹峰的女儿，枫叶捡多了吧你？满客栈给鬼攀亲戚啊！媚丹峰隐居在此，中间她曾经消失过大半年，加上此人怀孕前3、4个月体型不会有太大变化，基本看不出来。前后时间加起来，生个孩子想来是绰绰有余吧。据说她回来时身体病弱，依我看，她应该不是生病了，
而是产后虚弱所致。客栈大厅中的画像，魏丹峰的手上也有一只与他十分相似的手镯。虽说镯子都长得差不多，但昨晚刚一照面，你就迫不及待地用它来试探了孟夫人。丹峰白露，熔炉已经开燃，水衣不在他处，毒水被困于熔炉之中。站哨！包大哥，这回门真被封住了，你有不砸门的法子吗？有。怎么会没有反应呢？这枚指环会不会是另作他用？也许吧。包大哥，炉火熄灭了。水衣，救他！你挺住，我马上救你出来。水衣，水衣，告诉我凶手是谁？胡掌柜，可他已经死了。其他人也不姓胡啊。胡，江玉虎。救谁？水衣，救谁？水衣，水衣，将军，您可得信我呀，这事儿和我真的没关系。您听我说，哟，水夫人，水夫人，又是媚丹峰的封魂白骨杀。哎呀，这时辰掐的也忒准了，咱们来时那迷迭香刚好燃的只剩一截了。香消玉殒，何其哀哉！你手怎么那么欠儿呢你？我，哎，那花谢了值得可怜，我这天生的嫩草就活该吃瓜唠。哎呦，将军呐，小的冤枉啊！您要是真的把我砍了，我可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门谋杀的小二了。你别这样，到那时啊，一定会覆盆难照，五岳云豹，血溅10丈白帆呐！将军，你再熬，老子马上砍了你做陪葬。将军，保正，你可知凶手是谁？回将军，我等赶到时，水姨已被凶手置身于熔炉之中。我们虽将其救出，但封魂白骨杀之名在先，纵向死地求生，为时晚矣。水姨生前曾说过一个“胡”字。胡子。娘，南妹妹，南姑娘。信不信，凶手一定是江玉虎？那江玉虎为什么还……嘘，谁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？
江右湖在何处？我刚才寻了他半炷香，也没找着。带水姨回房整理一下吧。想来他定然也不想让自己这般狼狈。我会帮着你。就算将此地翻个底朝天，也一定要将江玉虎捉回。你查案要紧，免得凶手再次动手。我留下来守着他。好。那你一定要照顾好他。我明白。他怎么样？看着很平静。要我说，还不如使劲哭一场呢。那样子看着，真让人揪心。他们母女浪迹江湖，相依为命，怕是一时半会儿缓不过神来啊。包大哥，你别太自责了，好歹我们帮水姨留了个全尸啊。死者已矣，生者只能尽责求生，况且魑魅魍魉莫能逢之，这本就是场新鬼与旧鬼的恩怨战，无吉亦无常。水姨若不是对封魂白骨砂心存贪念，也不会让凶手正中下怀。水姨虽有心窃取封魂白骨砂，但在他赴死之时，却是为了救人而劫杀。如此一来，便可与滴水诀融合做解药。他是为了救谁而死？沈寒吗？是南天竺。南姐姐也中了封魂白骨砂，这不可能。昨晚我们去血魂林追寻孟达亨时，南天竺不慎被失而复得的灯笼扎破，当时情势危急，并没有发现灯笼早已被身中封魂白骨砂的孟达亨所燃至。哎，好像是小心！让我看看。没事，许是这杆子上的竹茶。方才，我见南天竺的臂腕上出现了数道血痕，与沈寒毒发之状如出一辙。如若再寻不出解毒之计，他们的余生随时都抵不过一炷香。南姐姐知道这个噩耗吗？也许吧。今日我们从血魂林回来的时候，曾经讨论过沈寒的伤势。待他发现血痕，自会心知肚明。南妹妹，你节哀。你娘她不用安慰我。从我做贼那天起，我心里就有数。说不准哪天失手，便要丢了性命。
只是真到了这一日，我总觉得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，还有许多风景没来得及一起看。从前总想着来日方长，却不知一觉醒来，已走完我们母女的最后一程。我们命中注定要失去所爱之人，不然怎么会明白世间尚有永恒之所在？如果生离死别才是永生的代价，那宁愿是我去做那个赢家。南妹妹，你还好吗？白姐姐，我肚子有些饿了，你去帮我端一碗粥来吧。好，你先歇着，我去就来。嗯。没了滴水诀，我们上哪儿去抓救命稻草？水医有滴水诀护身，本可以逃出升天，但仍被毒杀所害。我已检查过疑似滴水诀的暗器，既不在熔炉中，也不在水银身上，因此我怀疑滴水诀已落入凶手手中。江玉湖费尽心思，将白骨指环占为己有，谋逆之心昭然若揭。携指环以备主做妾，这颇像是杜贤麾下新晋杀手的做派。得指环者，得毒杀。江玉湖若是藏有封魂白骨杀的凶手，即便是为了争做暗杀组织的头目而窃取指环，也不必急于一时。因此，我怀疑江玉湖并不是真凶，而是继水姨之后的下一个死者。他在水姨遇害时恰巧失踪，有可能这正是凶手打的马虎眼。我们尚未收到下一封匿名信，现在江玉湖又能躲到哪儿呢？血魂林，林中的蝙蝠因中了封魂白骨杀而变成獠牙怪，因此这也说明凶手曾在那里出没过。现在江玉湖稍有不慎，便会落入凶手的圈套。那我们即刻动身吧，找到江玉湖就能找到真凶，等到把滴水诀抢到手里，南姐姐就能性命无虞了。走之前，我想再看一看南天竹。好。南妹妹，这……阿软，南姐姐呢？南妹妹人不见了。不见了。怎么会不见呢？她不是正在为水姨处理后事吗？南妹妹说想吃粥，我便去厨房帮她将粥端来，谁知就一会儿的功夫，她就不见了。南天竹若出了客栈，青明应该知道，不如我们去问问他。青明姑娘，你可曾见过南天竹？我刚才恰好在客栈门口遇见过他。他去了哪里？我喊了一声，他没理我，一言不发地跑了出去，看着好像是往血魂林的方向去了。
慢着！你们看，少头口中夹着一封信。先生说，此乃最后一回合，我们必须要立刻找到南天柱和江玉湖。记住了，是包状元大战智小二，这几个字千万别写错了。我还指着这本书名扬四海呢。你都念叨5、6遍了，跟你俩大战5、6个回合似的。哎，包公子，您要去哪儿？烦请你们帮个忙，在这将人劫之前，谁都不许离开客栈。好嘞。对，迷迭香。迷迭香。南妹妹，南姑娘，南姐姐，南姑娘，南姐姐，南姑娘，南姐姐。一路上也不见南妹妹，可怎么办啊？站住！看，好像是南姐姐。南天主，你给我站住！纯儿，给你爹烧纸，愿老天开眼，保佑你爹沉冤得雪，魂归故里。嫂子，福海来了。啊，娘，福海来了。纯儿，你先进去吧。哦。大娘，我来给匡国烧炷香。好。匡国哥，你若在天有灵，一定要保佑老太太和嫂子长命百岁，保佑垂儿考取功名，光宗耀祖。代公报样，5见外客，请回吧。我有急事，都闪开。
卑职李治，拜见代公。程烨，你回来了。起来，让我好好看看。等等。程烨啊，晒黑了，也壮实了。看来送你出去锻炼一下是对的。多谢大人垂爱。这些年，我历任汴州叛作，并州法曹，虽无建功立业，但也跟随几位前辈经历了些事，见了些人，深知人心叵测，仕途艰难。此前我在长安少不经事，给您和家里都添了不少麻烦，卑职心中时常会心怀愧疚。漂亮话就免了吧。你知道这次把你调回来，所为何事吗？听说前几日有5户人家诈了尸。死前都是当兵的，当时都因为通敌叛国被当场处决，如今诈尸，惹得街头坊间人心惶惶，议论纷纷。刑部和监察院都不想接手这个烫手山芋。我如今抱病在床，也只好把你临时调回来，组织人手，独立办案。可大理寺高手如云，您为何会选我？此事牵扯到兵部，稍有不慎，粉身碎骨。你在朝中没派系，又算是皇亲国戚，纵观朝野，没人比你更合适办理此案。可是卑职身边只有一个跑腿的。你需要的人，我都写在这里面，能不能为你所用，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怎么每次都这样？就不能大大方方的走正门吗？呀，胖子，怎么瘦成这样了？为谁笑得人憔悴啊？哼哼，反正不是为了你，你要找我爹啊！我爹在西厢呢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别打扰本小姐写字啊！我不是来找你爹的，我这次是专程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我想代公之所以选你，是因为你的博闻强记。你自有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。你爹在刑部当侍郎的那几年里，你看过了几乎所有的刑部卷宗。那又怎么样？省得我要亲自去看了。切，真笨。切。哎，买肉了。他用的刀怎么跟其他屠夫不一样啊？他用的是双刃柳叶刀，只有2种职业的人会用这种刀，商医、仵作。请问，你要哪部分的肉？肋排3两，脆骨3两，里脊3两，必须要骨肉分离。这刀法，就算庖丁在世，也不过如此了吧？谭双叶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谭家从前朝开始9代仵作，系以精湛名震朝野。你爹被卷入谋反案，发配充军，你沦为屠夫，终生不得入朝当差。我说的可是事实。来者何人？我姓李，名志，字承业。这位副姓上官名子苏，我们是大理寺官差，想请你出山，担当仵作。这一天我已经等了一辈子，终于等到了，你们终于来找我了。
老大，我找着他了，在哪儿？反舍。老大，这位是谭双叶。上官紫苏姑娘，你好。我老大走提起你。是吗？萨摩多罗。你想死？四娘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错哪儿了？错在我不该拖欠房租。继续。我不该偷吃客人盘里的菜，让客人发现。一盆鱼头豆腐从厨房到饭桌一共30步，你给人吃的只剩下2块豆腐，连汤都不剩，你倒是给人留一块鱼骨头啊！我那不是怕把客人给扎着吗？就是他。对，就是他。知错就好，好好反省吧啊！哎，四娘，别走啊！救命啊！啊！还好接住了。多谢官爷救命之恩。小人复姓萨摩，名多罗。你是西域人？没错，小人祖籍迦兰，来长安有段时间了。各位客官，里面请。哎，客官到，客官到！来，客官里边请，我给你们倒茶去。四娘，他不是冲咱们来的吗？抓也抓不到咱呢，我们都从良了。再说了，他们现在抓人也得有点证据吧？要是真逼急了，我弄死他！我。茶来喽！各位大官人，请用茶。谢谢。上官姑娘，小心烫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姓氏？您穿的衣服面料特殊，长安城穿得起的人只有2、3家。这2、3家当中，适龄女眷都已经嫁人了，还能在街上随意走动的，似乎只有上官家的紫苏姑娘了。哼，消息倒是挺灵通，不过耳尖可不算什么本事。皇兄说的是。哼。你怎么知道我姓黄啊？半个月前，城西的皇室宗族办了一次100年庆，10里8乡皇室宗亲都去了，每个男丁都发了一根刻黄字的黄叶木发簪，以作纪念。哼！我簪子呢？在这里。我一时好奇，就拔下来看看，不好意思啊。手还挺快，做贼没问题，干正事儿，哼。不行，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你更适合做个屠夫，而不是仵作。哎不，你这个又是怎么看出来的呢？他裙角和鞋帮都泛着油光，腰间和颈部有勒痕，从位置判断应该是屠夫系的那种围裙。寻常屠夫虎口才有茧，而他食指外侧和拇指内侧有茧，只有常年使用柳叶刀的人才会在这种位置有茧。那就只剩下2种职业：商医、仵作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仵作，而非商医？你身上有防腐膏的味道，商医要防腐膏干嘛？这位妹妹姓谭吧？我跟你的父亲有过数面之缘。非常敬佩他的技艺，眼力、见识、分析能力都还不错。那我现在只想知道，你之前作为顾问，为大理寺也断过不少案子，为什么会被驱逐呢？各位官人请慢用。你但说无妨，既往不咎。宣为大将军府侍妾，我在现场一时没忍住。谁知道那是大将军凯旋归来，皇上御赐的点心啊！
笑什么？我一用脑子，肚子就特别饿。唉，本来还可以靠断案赚点外快贴补生计，打那以后，我一顿饱饭都没吃过。吃饱饭容易，只要你肯为我做事。对不起，请恕草民拒绝。为什么？他的官靴看外形和款式产自于汴州，他自称是大理寺的官员，可是他的腰扣是并州的，也就是说他是从外省调来长安办案的。当下只有诈尸案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。事关兵部、三司都觉得是烫手山芋，想往外推。我一介草民干嘛往这种事情里扯啊？所以我还想多活2天。开个价吧。唉，钱我很喜欢，但我更想好好活着。500文，痛快！感谢各位官人的抬爱。完全没有。哎，还钱！既然如此，我们去找李福海吧，看他那边有没有线索。好。哟，二位今天回来挺早的，楼上打扫好了，上楼休息啊。贵客2位上楼啦。你想干嘛？你觉不觉得这2个波斯人有点意思啊？你要是敢伸手，我就把你爪子剁了喂猪。干嘛？真把我当贼了？难道不是吗？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招呼客人去。好好一个大活人，忽然受了惊吓，几天功夫就没了。老天爷真是不开眼呐！是啊。把棺材放下。我们是大理寺的，李夫人，尸体下葬前，我们要开棺验尸。开棺凭什么开棺？不行，不能开棺啊！不能让他开啊！开棺！不能开棺啊！不能开棺！夫人，不能开棺啊！夫人。这尸体有些蹊跷啊。怎么说？需要带回去解剖才知道。验尸！官人，千万不可！出去验尸，让我如何下葬？官人，出去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，给我小可怜一点吃吧！求求你！
们唱好了。这老爷呢？人呢？人呢？怎么样？没头绪。我之前看的都是刑部卷宗，战士档案应该都在兵部的卷宗里。兵部的卷宗可没那么容易找，要通过兵部侍郎度量员的首肯才行。喂，干嘛去？啊，要不你自己先去，我在这等你。把钱还我。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，我之前就是偷吃他们家的点心，挨的也是他们家的板子。进去吧，有事我担着。走啊。这度量员正是之前大胜突厥的宣威大将军，大捷之后清除边患，回京后官拜兵部侍郎，现在是朝中至上可人的红人。在下大理寺李治，求见杜侍郎。杜侍郎好武功，卑职心悦诚服。找我何事？直说。近日将士诈尸之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，人心惶惶。如今又死了一名将士，卑职认为其中必有隐情，应当与当年的战场旧事有关。还请杜侍郎允许我们查一下兵部的卷宗。事关民心，还请杜侍郎多加配合。好，稍后我便手书一封信，你们带去兵部，便可畅通无阻。多谢杜侍郎成全。主人，卵石已经烧热，随时可以汗蒸了。客官，您里面请。慢走啊！三个多罗。来了。哎，好。拿好。四娘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错哪儿了？不知道。那你瞎认什么错啊？不认错不被你活活打死。这2天你老不在店里，想忙啥？诈尸案找我帮忙，不许去。他们可以出很高的价钱啊。那也不许去。那我的房租不用交，我还有碗没有洗。不用洗。听好了，离当差的远点，不然的话，剁了你做肉包子。哼！
没想到兵部的卷宗浩如烟海，如此难查。乙未年5月初9，处决左大望陵驻江司礼全兴赵匡国，罪名是通敌叛国，就地活埋。李福海的死因已查明，此人并非神思不蜀而亡，而是死于他伤。致命伤在这里。伤口并不明显，看上去像薄如蝉翼的软性兵刃所致。软性兵刃。杜侍郎，当年赵匡国等人背叛通敌叛国，究竟有何隐情，能让堂堂兵部侍郎亲手杀人？李福海是死于薄如蝉翼的软性兵刃，这不正是您杜侍郎的独门兵刃吗？世上用软剑的人千万，为何死了人就要算在我的头上？若真是我干的，为什么要用软剑？好让别人知道，这人就是我杀的。无证据，没章法。难道你们大理寺就是这么办案的吗？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将士当年没有死于敌人之手，难道现在要死在不明不白之人手上吗？当年我军扎营黄沙帐，我们的马匹突然中毒身亡。经查发现上游有一个波斯商队在水中下毒，他们此行的目的正是长安。事关大唐之安危，我派兵前去交涉，想收缴毒药，驱逐商队。此时李福海来报，那赵匡国为了钱财，竟与波斯人勾结，试图毒杀我军将士。我当即下令截杀波斯商队，赵匡国等人通敌叛国，就地活埋，以振军威。而波斯商队负隅顽抗，我军将士死伤惨重。这就是你要的隐情。此事的来龙去脉，兵部上下全都知道。想查，我们随时可以配合。看一看，看一看了啊！哎，走过路过别错过了啊！辟邪神器，大吉大利，财小人了啊！镇宅宝物，来，干什么呢，萨摩？啊？人家都在讨论诈尸冤情的事情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坑人呢？我借个风声卖个东西，要啥心情？随便你。现在人们都在传当年的杜将军，现在的兵部杜侍郎，为了一己私利陷害赵匡国等将士，现在冤情重现，他们要杀人灭口啊！哎，大哥看看，哎，你听我说，开我光呢，开我光呢！哎，你这个可是我的镇摊之宝，价钱好商量。哪儿来的？问你呢，哪儿来的？求我呀！哎，我就哪儿来的？这个从2个波斯毛贼那儿弄来的。普通人走路双臂微晃，以保持身体平衡。
而那两人脚尖微颠，身形僵硬，这是常年走夜路形成的习惯。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他们形迹可疑。那天趁他们出门，我潜入房间四处搜了一遍，发现了这个小瓶子，味道刺鼻，必有剧毒。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喂，二位回来了，我再帮你们打扫房间。不用了，不用，早点休息啊。这枚戒指还没来得及摘。看我干嘛？纯属意外，这个不算是我偷的。原来你在这儿，我找了你半天。怎么了？我本来打算将茶燕的尸体下葬，却在伤口处发现了一丝乌青。这是一种罕见的毒药，药性缓慢，不易被发现。死者应该是先中毒，刀是后来补的。此人如此精心布局，难道就是为了嫁祸给度良缘？哼，终于反应过来了。难道是波斯人回来复仇？度良缘因为波斯人私藏毒药而屠杀了整个商队，有幸逃脱的人很有可能回来复仇。他们用软刃来嫁祸度良缘，又通过士兵诈尸来造成度良缘杀害下属的假象，最后再杀了度良缘，使之看起来像畏罪自杀。多么完美的复仇计划！三炮，你赶紧通知杜侍郎，最近一定要严加防范，万事留心。好。所以现在只要证明两个波斯人手中的毒药跟死者身上的一致，我们就证据确凿了。大理寺办案，闲杂人等尽速回避。畏罪自杀，这么快就结案了。一切终于是尘埃落定了。双叶也查出来了，那几个诈尸的人其实是中了一种特殊的迷药，是由闹阳花、草乌、川乌、乳香、没药等磨成极细的粉末，再加上热酒调服，可以把人的生命体征降到最低。想来是从屠杀中逃脱的波斯人，把这些活埋的将士救起来，弄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逃回中原，假装诈尸还魂的假象。把这个呈词送到将军那里，这个案子就算结了。好嘞。如果每次结案都是这种规格的话，我不介意帮你多破几个案。哎，你可别把功劳说的跟你一个人似的。我错了，紫苏姑娘，功劳都是你一个人的还不行吗？以后呢，功劳都归你们，吃的归我。不好了，度良缘暴毙了！啊？什么？跟之前死的那两个人一样，中的是一种毒，只是剂量增加了很多倍。把人给我带回去，我要好好的查验查验。什么？带回去？不可呀！我家主人那可是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呀，你们不能对他的尸身这般糟蹋呀！罢了。近日可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吗？有，确有一事。昨日我家后院厨房曾被人闯入过，当时就把厨房里边的米面蔬菜全都给扔掉了，怕的是有人再投毒，与我家主人不利呀。如果只是在食物当中投毒的话，应该大家都有事，不可能死的只有度良缘一个人。老伯，能不能带我去厨房看看？啊，好。杜侍郎，你怎么就这么去了呀？杜
杜侍郎，你标兵千古，功在千秋啊！死者为大别闹了，你这一去，不好意思，让朝廷怎么办？皇上怎么办？装活人简单，装死人也容易，装不活不死的人就难了。嗯，等等，你知道人身上哪部分最柔软吗？哪里？眼睛。可是他闭着眼呢。哎，哦。终于肯醒了。你们这些混蛋是怎么知道的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寻常武夫只在拇指戴扳指，而你却在小指戴戒指，想必是在戒帽中藏有毒药。我翻看你右手时感觉很轻，都说醉汉死沉，那是因为人在神志不清时无法控制肌肉，手轻就意味着你当时神志清醒。我没有马上戳穿你，是想搞清楚你真正的动机。而且，你那枚戒指与波斯人同款，你穿的衣裳虽是大唐款式，面料却产自波斯。把这几条线索联系起来，再加上你之前密会波斯人被杜侍郎活埋之时，真相就在眼前了。你先服毒，造成假死之效，药劲过后就出去作案。我们第一次来时，你刚杀了李福海，随后你又潜入杜侍郎府的厨房，故意翻得一片狼藉，造成想在食物中投毒的假象。但你真正的目的是在卵石上下毒。你曾在杜侍郎帐下知道他练武之后有汗蒸的习惯，汗蒸之时全身毛孔预热打开，卵石上的毒液蒸腾为气体，就进入了杜侍郎的体内。我还用这块手绢擦过杜侍郎的身体。回来查验，果然含有剧毒，证明这就是你杀害杜侍郎的方式。樊社的那2个波斯人，你们也早就串通好了吧？没错，当日我们被活埋，还有一息尚存，就是他们救了我们。当时我心里就想，一定要回来找杜良源报仇。当年明明是你贪恋财富，通敌叛国，你有什么可复仇的？贪恋财富的是杜良源才对。有一支波斯商队在我们营地附近经过，杜良源准备觊觎他们的财，就准备将之截杀。可事出无名，只得下毒毒死自己的几匹军马。栽赃是波斯人所为，要我们前去暗杀细节。波斯人毒杀我战马，截杀波斯商队。是。军令不可违。我心下不忍，告知了真相，让波斯商队把财宝都留给杜良源，尽速逃命。没想到我们却被误以为与波斯人合谋，当场被擒。我们几个人有口难辩，又是唯独几个知道毒杀战马的人。杜良源当借此机会给我们一个通敌叛国的罪名，将我们活埋。杜良源丧心病狂，对波斯商队大肆杀戮。是2个逃走的波斯人，冒死将我们救下。
从那时起，我们就开始密谋这个复仇计划。你的境遇，我深表同情，但法大过天。拿下！是。闪开！微臣代奏，愿陛下龙体圣安，万岁，万万岁！别演了，再演下去，你信不信朕治你个欺君之罪啊？陛下圣明。对了，案子破了吗？有关人犯都认罪伏法了。那小子的伤势如何？伤势无大碍，休息一阵，就能启程回汴州了。还是让他留下吧。这次他破案有功，朕让他接任大理寺少卿。微臣替李治谢主隆恩。再怎么说，也是建成的亲生血脉。